Hello，哥哥们，国产安卓手机厂商是最近疯狂在围攻苹果，不仅是各种 iPhone、vivo， 雷总还立下了 flag。我们小米手机目标就是成为支持和兼容苹果生态最好的手机。去年其实我就把各家的旗舰放在一起做过一次相关的测试。现在呢，这大半年过去了，他们的适配情况又有了很多进展。好，那这次我就挑出主流国产安卓品牌里欧微融新款旗舰，分别是小米15S Pro、OPPO Find X8S、vivo X200S、荣耀400 Pro。我呢将以照片传输、Mic 协同、文件兼容性等等其他的生态互联这几大核心需求出发来进行这次的测试。哥哥们可以在这儿先猜测一下，谁会是最好的苹果搭子呢？在弹幕里面先压一波。照片传输。首先呢，咱们要测试的当然就是照片传输功能了。之前呢，我用的是 iPhone， 闺蜜用的是安卓。我们出去玩拍了好看照片，互传不压缩画质的美照就特别重要了。有没有跟我一样，之前一直是在用绿泡泡传图，动态图变成静态，那传10张还会卡5张呢？虽然说各家宣传的都是无缝互联，但是这系统的壁垒仍然需要互传 App 才可以打破。米欧微融的分别叫做小米互联服务、欧加互联、vivo 互传、荣耀互联，它们其实都是官方的 App， 可以放心的在苹果 Apple Store 里面搜索下载。小米呢，我打开互传功能过后选择照片直接分享到对应的设备就行了，操作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小米呢还提供了碰一碰互传功能，只不过仅限小米传给 iPhone。用 iPhone 传给小米，我反正是试了很多次都没成功。你们有试过吗？OPPO 呢，同样是支持碰一碰互传的，这动画效果用起来更有果味一些呢。不过我试了一下，从 iPhone 相册分享的话，会让我的 Live Photo 变成静态，那就只能通过欧加互联 App 选择照片才能够保持原始的状态。vivo 的碰一碰互传，它成功率就没那么高了。要么呢是无法弹窗，要么呢会显示选择文件后再传输。还是试了一下，这双方都打开互传 App 过后，操作才比较稳定，也能够保证我的动态照片完整性。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使用了互传照片过后，这 vivo 手机的热点不会自动关闭的 ，iPhone 的网络呢也不会自动恢复，那就需要人手动去切换网络，用起来就会感觉有些麻烦。荣耀呢就比较直接了，没有碰一碰功能，必须要打开互传 App 进行分享，视频和图片呢都没问题。哥哥们，你们用的是哪种传输方式呢？经过本轮实测下来vivo 的表现是这4个品牌中最好的，不仅呢没有限制照片的张数，速度呢也是遥遥领先。另外这3款传输速度接近。小米虽然说有照片的张数限制，但是这99张咱们日常使用也是够用了。分享动态照片呢，人家还更方便呢，各有所长吧。半年前只有 OPPO 能和 iPhone 互传动态照片，但现在呢各家都在互传应用内实现这个功能了。就相较而言OPPO 的一碰传呢是最为方便的。小米和 vivo 虽然说都是提供了类似的功能，但他们两家的稳定性还是需要再加强一下。荣耀呢就比较本分了，只提供了基本的传输功能，没有搞什么花样。Mic 协同。有没有乖乖和我一样被苹果生态给捆绑了的？用惯这手机镜像、连续互通等等的功能，那对我们来说，手机和 Mac 的联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和手机到手机一样，我们需要在 Mac 端安装对应的软件。小米互联服务里面呢，就有一个妙想睁眼功能，只要登录了同样一个小米账号呢，就可以自动的连接小米 Redmi 的手机，将屏幕投屏到 Mac 上。这操作呢也非常简单，能够直接在手机和 Mac 之间互传文件，可视化操作。和小米类似的呢有 vivo， 可以通过办公套件在 Mac 上访问手机上的文档、照片和各种的文件。如果说呢你是很喜欢这种文件夹的模式还能够像小米一样将手机呢直接投屏到 Mac 上操作，这样呢直接就可以拖放拷贝文件了。除了这些常规操作通过 vivo 的办公套件，还可以在 Mac 上使用手机端的原子笔记、日历等等的功能。那所有的操作也会自动同步到手机端。那和直接投屏相比，这 Mac 端的界面会更大，功能布局也是专门针对多面电脑进行了适配的，操作呢要舒服很多，体验下来就会更无感。vivo 手机和 Mac 互联过后，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功能，我们可以在 Mac 上双击 Command 键，然后调用出蓝心小微，它呢能帮我快速生成各种文案。这苹果自己的还没适配国行版的 Apple Intelligence， 我呢也是可以在 Mac 上提前用上啦。
OPPO 呢也有类似的工具，就是随身工作台。听这个名字是不是还挺高级的？但是它的功能仅限于文件互传，而且不支持拖放手势，只能用触控板或者鼠标点击菜单栏进行操作。不过吧，这 OPPO 还提供了一个欧加互联的应用，它的好处呢就是支持拖放手势，操作体验呢会更好一些。那相比之下，我自己会觉得这个随身工作台就有些鸡肋了，因为除了导数据，欧加互联呢还提供了类似的原子笔记便签同步功能。这手机端的 AI 笔记助手呢，并没有适配到 Mac 上，这点比起 vivo 就要稍逊一些了。也许是因为产品经理他们的思路可能不太一样吧。OPPO 呢，并没有提供手机镜像投屏功能。大家都用 Mac 控制手机，那我偏不，我就要用手机控制 Mac。这个功能呢，不仅限于同一个 WiFi 环境下，就算我们是出门在外，也能够连接家里的 Mac， 还能够呼出虚拟的鼠标键盘，几乎就和直接在 Mac 上使用操作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功能呢，在手机上使用还是有点局促，更加适合在大折叠或者说平板上使用。在这儿小结一下，像小米和 vivo 他们就更加适合宅家控制手机 ，OPPO 呢则是出门在外出差控制 Mac。讲到这儿，我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个人啊？没错，荣耀。但是呢，它只能通过手机助理 App 在 Mac 上查看和管理手机中的文件，除了备份数据之外，它没有任何的联动功能。所以这轮咱们直接把它 pass 掉好吗？其他生态互联。要想全面兼容苹果生态，还需要适配各种苹果系统的特殊文件格式。像小米、OPPO、荣耀它们的文件管理功能呢，都比较类似，都是可以通过各自的语音服务转移 Pages、Numbers、Keynote 等等的文件格式，不仅能够预览，还能够转化成可编辑的 Word、Excel 和 PPT 文件，或者说呢，可以直接输出为 PDF。不过在这个测试过程中我是发现这3家在转化 Numbers 文件时都容易出现格式上的错误。这个环节表现比较差的是 vivo， 只提供了预览和输出 PDF 功能，没有办法编辑，它的可用性就比较低了。但是这 vivo 在互传 App 中是提供了不少其他家都没有的破壁流转功能，比如说双击互联，它呢可以接听 iPhone 的电话信息，而且呢我发现在 vivo 手机上还可以接听 iPhone 的电话进行录音。喂，把外卖放在门口就行了，就不用担心 iPhone 录音时那个尴尬提示音了。而且在 vivo 手机上还可以通过 iPhone 的消息推送查找 iPhone 的位置。如果说你的对象用的是 iPhone， 你是 vivo， 就不用换手机也可以全方位监视它了。经过这几轮测试下来在文件互传这种基本功能上，我发现目前的安卓手机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毕竟双持手机的用户是最多的，刚需功能呢肯定要最先适配。至于 Mac 协同，我觉得这 OPPO 和 vivo 融入的更为彻底，因为它无论是笔记同步还是远程控制都挺实用的。vivo 呢更是有许多的破壁流转功能，小米呢也做得很不错了，像手机投屏这种功能就真的很实用。目前呢，荣耀就稍逊一筹了，超级工作台大多数的功能都是只支持荣耀自家的电脑的。赶在视频发布之前呢 ，Mac 版本的客户端也才刚刚上线。不过我测试了一下，发现很多次都没有办法连接到手机，官方还是抓紧优化一下吧。在这儿简单给哥哥们总结一下：小米呢稳扎稳打，OPPO 呢剑走偏锋，vivo 呢主攻破壁，荣耀，你还需要多努力呀。我认为这些安卓手机并没有想要准备取代 iPhone 成为平底，他们只是在努力的融入苹果生态。既然打不过，那么就只有加入喽。他们其实是想要告诉用户，苹果全家桶的最后一块拼图其实可以是安卓手机。如今用双系统多设备的人真的很多，安卓厂商们已经率先抛出了橄榄枝，想要努力挤进苹果生态。那对于咱们用户来说，自然都是一件好事啦。我很期待果粉们可以无视生态兼容性，把安卓手机当做主力手机的那一天。这期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如果说对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可以帮我来一个3连吗？我是小玉，我们下期视频再见。